最近韩国最大电商酷鹏被爆出操纵演算法，让自家品牌的商品出现频率更高，而且据说他们呢还会让自己的公司的员工去给商品刷正面评价。那究竟是怎么回事？酷鹏到底是什么来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酷鹏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大家有用过酷鹏网购吗？它是韩国最大的电商平台，在韩国的市占率高达了 37%， 人称韩国亚马逊。不只是电商酷鹏推出的这个外送生鲜服务、串流媒体呢，也有许多的韩国人在用。2021年时，酷鹏也进军台湾虽然目前台湾用酷鹏的人还不算多，比不上这个虾皮Momo 等等，但它成长的速度却非常的快。去年酷鹏还是台湾 iPhone 用户下载量最高的 App。不过，最近酷鹏就爆出了争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说，酷鹏会操纵他们平台上面演算法，让酷鹏自家品牌的商品曝光率更高。而且酷鹏呢，还会让自己公司的员工去给这个商品写评论，诱导消费者购买。公正交易委员会呢，认为这些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对于酷鹏开出了1400亿韩元，约33亿台币的罚款。但酷鹏却不认可这次的开罚。他们回应说，这种做法是全球电商都会做的。这是怎么回事？酷鹏操纵演算法这件事情很严重吗？这和为了要成为韩国最大电商有关吗？酷鹏进驻了台湾之后，有可能进一步的影响目前台湾的电商版图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没有好奇过，平平都是洗地吸尘机 ，Dyson 为什么就是特别强？我觉得是因为很多洗地机会遇到的问题 ，Dyson 都用科技的力量成功的解决。如果你有用洗地机最怕的应该是洗过一个脏地方，脏东西就会粘到滚筒上面，然后再跟着被用的整个地板都是。但像 Dyson V12S 的洗地滚筒吸头就设计成了清水箱、污水箱、清洁滚筒都在吸头里面。里面有个不锈钢刮刀，会高速的把滚筒上面的脏水污渍给刮下来，收集到污水箱里面，确保污垢不会残留或掉回地板上，让你洗地的水一直都是干净的。另外，一般洗地机的设计是吸洗结合，想要把水跟脏污一起吸进来，但干湿混在同个集尘筒容易发臭又难清，也会影响到机器的寿命。那 Dyson 就有个特殊的干湿分离科技，你看这边吸头的接口是封死的，而且洗地的时候呢不会同时吸，这样子脏水脏东西就不会进去到机身里面发臭跟损坏。再来，对我这种懒人来说呢，打扫就是越方便越赞。它这个装水一次就可以清33瓶，一般居家是非常够用的。而且它还有很多个头可以换，像是这个智慧光学侦测吸头，上面特别设计人眼更好辨识的绿灯，用1.5度角这样去照地板，让你可以一眼就看到隐藏的微尘。那如果你家里面有宠物或长发人，可以用这个无缠结锥形吸头，会把毛发呢从这里带到这里，再甩进到这个集尘筒里面，不再乱卡毛，连尘螨都可以吸。那买一个就从这个洗地吸尘到除螨全部解决，把时间省下来工作，不香吗？那现在呢，凭旧机还有换购补助金3000元，时间有限，赶快点击资讯来看看吧。虽然酷鹏是目前韩国最大的电商平台但它最早呢是在美国注册成立的。一位叫做金范熙的韩裔美国人呢，在哈佛商学院读书的期间，看到了 Groupon 呢在这个美国做得很成功。Groupon 是一个团购平台他们透过网站来集结人数，从而呢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到商品服务优惠券。于是金范熙决定模仿 Groupon， 从哈佛退学创业，在2010年成立了酷鹏，主打韩国市场。之后，酷鹏快速的成长，在短短的3年之内，平台的交易量就超过了10亿美元，这让许多投资者看好酷鹏的后续发展，纷纷投资酷鹏。尤其在2015年软银集团呢向酷鹏投资了10亿美元，这进一步的扩大了酷鹏的规模。到了2018年，酷鹏成长为韩国最大的电商平台，市占率达到了 19%， 并在之后不断上升，现在呢已经占领了 30% 以上的电商市场。目前酷鹏的活跃用户人数达到2170万，占到韩国总人口的 40% 之多。2021年的3月，酷鹏呢还以600亿美元的市值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创下了亚洲企业在美国最大规模首次公开募投的纪录。那酷鹏呢在这个韩国市占率高并且发展电子支付串流媒体等等业务，这样子的发展模式呢跟亚马逊很像，因此呢富比士称酷鹏为韩国版的亚马逊。那酷鹏能够成长这么快其实跟它的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有许多的财经媒体分析呢，酷澎能够吸引到大量用户的一大原因，是因为他们平台上面的商品比其他的平台更便宜。酷澎经常会使出优惠的手段，不仅平台上面有常年打折的商品，新用户呢有7折优惠，碰到购物节等特殊时间点酷澎也会大量的发放购物优惠券。不只是经常打折，在本身商品定价时呢，酷澎也会试图定的比其他的平台更低，甚至不惜打价格战。例如2016年时呢，连锁超市 E-Mart 宣布，他们卖的生活用品价格呢将比其他电商都低。话放出去没有过多久酷澎就公开说，他们的生活用品能够卖得更便宜。那酷澎能够压低商品价格，其实跟他们的进货策略有关。许多的其他电商呢，在与这个货源供应商合作时，大多会采用这个寄售模式，也就是供应商呢与电商先约定好，会供应一批货让电商平台卖，但这批货呢仍旧放在供应商自己的仓库里面，有多少人下单他就出多少货。那如果一旦卖不好，电商可能就会终止合作，供应商呢积压的库存就可能会卖不出去而亏本。那酷澎呢就采用不同的进货模式，他们大多时候会一次买断供应商手上所有的货，再放到平台上面自己卖。供应商一旦交货给酷澎之后呢，后续的仓储贩售、寄送，供应商都不会参与，也不需要担心。加上酷澎呢愿意一次买很多，所以他们也很乐意呢以更低的价格卖货给酷澎。那因为进货成本比较低酷澎之后上架平台时也可以把价格压得比较低。另外，酷澎呢也会推出自己品牌的商品，因为能够深度参与这些自有品牌的生产过程，严格的控制成本，因此在定价时也会有更多的自主权。那除了低价策略酷澎还有另外一个吸引消费者的方式，快速的物流配送。2014年，酷澎推出了火箭配送服务。酷澎上面的大部分商品呢，都能够在下单后24小时内送到消费者的手中。这样服务推出之后呢，许多人都因为送货速度快而选择酷澎。火箭配送仅推出1年之后，酷澎的年收入呢，就在当时创下了自身的纪录，达到了58.4亿美元，比去年呢还增长了21%。能够做到24小时内送到货，是因为酷澎在全韩国有着大量的仓库。从2013年起呢，酷澎就开始花费数十亿的美金建物流中心。如今呢，在韩国超过30个城市中呢，拥有100多座的物流中心，占地面积达到近700万平相当于是400个足球场的大小。而且他们还大多呢，把这个物流中心开在离民众居住地不远的地方。基本上，韩国有70%的人口都在酷澎物流中心7英里的覆盖范围内。另外，为了节省这么多物流中心的管理成本，酷澎还使用自动化的管理系统。例如，在大邱的物流中心呢，有超过1000个机器人全年后的运作，这能够帮助酷澎减少60% 的人力成本。在这样密集的物流中心分布之下呢，酷澎可以做到整个配送全程都由酷澎的工作人员负责。许多的电商呢，在配送时的最后一里，也就是将货物从最近的营运站送到客户手中时呢，常常依赖第三方的服务。例如，在台湾最后一里配送呢，通常是由邮局黑猫、新竹物流等等的业者负责。但酷澎因为物流中心与配送人员多，最后一里呢也都是由酷澎的工作人员负责，这也让酷澎呢能够更好的掌握配送的时间，提升配送的品质。低价加上配送快让酷澎快速的成长，抢占了更多的市场。不过，在酷澎电商市占率越来越高的同时呢，它却没有赚到多少利润，甚至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有酷澎的货源供应商在网络上面透露，有的时候他的货品给了酷澎之后呢，发现之后酷澎在平台上面上架的价格比他们给的成本价更低。有人说，在不断用低价竞争的策略之下呢，酷澎即使商品卖得多，但实际的利润并不高。那根据酷澎的财报，酷澎确实呢都是长期在亏损。在2016年起呢，酷澎年度的亏损金额就高达了5亿美元，并且在2018达到了高峰，亏损将近11亿美元。直到去年呢，酷澎才实现了第一次盈利。不过虽然一直亏损酷澎却仍然一直得到投资，软银红杉资本、贝莱德呢都给酷澎提供过资金。这可能是因为比起现在的实际利润，他们更看重酷澎的增长状况，也就是酷澎市占率与用户数的成长。如果酷澎的市占率能够一直成长，那他们也就会比较看好酷澎的未来发展与盈利状况。所以换个角度来看，酷澎也就更需要烧钱，采用低价策略去赢得韩国电商市场，从而吸引到更多的投资。不过也有人说，这样子的策略呢有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酷澎需要仰赖大量的资本来烧钱才能够压低商品的定价，那一旦它背后的资金链出了问题，整个公司的运作都可能出现危机。而即使呢它没有出现资金问题一路越做越大，竞争掉许多其他电商之后，也有可能呢会为了提升利润就开始提高售价。这个时候消费者呢就算不想用酷澎，但因为它已经垄断了市场，也没有其他的电商可以选择了。那除了低价竞争可能带来的直接风险酷澎的营运模式呢也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首先有人说，酷鹏低价卖商品呢，会让许多货物的原厂不敢供货给酷鹏，因为原厂呢需要让售价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售价太低就会破坏这个商品的市场行情，让其他的平台上面相对价格较高的货都卖不出去。所以酷鹏的货呢，许多都来自于原厂下面的分销商，因为酷鹏采购的量大经销商呢相对比较愿意用较低的价格卖给酷鹏。但因为受到原厂限制以及经销商自己也要压低成本，有的时候呢，经销商可能会将转了好几手，甚至一些来路不明的货卖给酷鹏，这让酷鹏的商品的品质难以保证，甚至在网络上面呢，有些买家怀疑在酷鹏上面买到的化妆品是假货。除了买家的权益可能会受损另外一边呢，酷鹏快速的物流也可能会带来劳工过劳的问题。2021年有韩国媒体爆出有7名酷鹏的员工跟2名外包员工猝死，并怀疑这跟过劳有很大的关系。酷鹏推出火箭服务之后呢，为了赶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达商品，不少配送员不得不熬夜加班。而且据说呢，在酷鹏的物流中心工作也很辛苦，强度很大，很少有休息时间。不只是货源跟劳工争议，近几年呢，酷鹏也被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给盯上，接连爆出了违反公平交易的行为。2021年，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判定，酷鹏会利用自己在韩国电商的市场霸主地位，强迫 LG 生活健康等等的供应商降低在酷鹏平台上面的商品售价，甚至强迫要求供应商呢在酷鹏上面提供最低价，而在其他的平台上面提高售价。不止如此公正交易委员会说，酷鹏还会强迫供应商买下酷鹏平台上面的广告版位。在2017年的3月到2019年的7月期间呢，有高达128家供应商迫于压力，跟酷鹏达成了共397件的广告合约。在这事件当中呢，酷鹏被开罚了32亿韩元。那虽然后来酷鹏上诉首尔的这个高等法院时胜诉，罚款被取消，但没有过几年酷鹏又在最近被公正交易委员会开罚。这一次呢，公正交易委员会说，酷鹏会操纵平台上面的演算法，提高自有品牌的曝光率。在2019年的2月到2023年的7月之间呢，酷鹏大约将6.4万种的自有品牌商品放在搜寻结果的首位，而且酷鹏呢还动用了2000多名的自家员工，给7300多项的自有品牌商品呢撰写7.2万则的购买评论，从而呢用好评来提升这些商品在平台上面的排名。据说酷鹏的自有品牌 Temsa 跟 Coleman 因为这些人为操纵，从前100名之外跃升到了第1名。酷鹏因此被开罚了1400亿韩元，创下了韩国通路业者遭罚的最高金额纪录。不过针对这些指控酷鹏却说这是韩国与全世界所有电商业者遵循的惯例。他们让自家员工写评论呢，也不是为了洗评价，而是员工作为体验团试用产品之后留下的客观评价。这些评价里面并非都是5星好评，也有1星2星的。酷鹏不断的争议不仅影响到了韩国市场，一些台湾的电商业者也担心这样子的经营模式可能会扰乱了台湾本土的电商市场。2021年，酷鹏宣布进军日本与台湾。不过，没过2年酷鹏就因为在日本的经营不佳，决定退出日本市场，改成了大幅的增加对于台湾的投资。今年以来，酷鹏在台湾的资本额呢已经翻了近1倍，体量呢相当于台湾龙头这个 Momo 的2倍最近呢，酷鹏还决定加码投资60.5亿台币，并计划开设第3座的物流中心。而且酷鹏来台之后呢，就试图用比其他电商更低的价格吸引人，还想要垄断一些供应商的货源，让他们只跟酷鹏合作。对此，台湾的本土电商业者却担心酷鹏可能会带来激烈的台湾电商价格战。像是 PC Home 的董事长詹宏志就说，目前 PC Home 难以全面的应对酷鹏的价格竞争，只能够针对某些商品跟进价格，以避免全面跟进而导致重大损失。那虽然现在台湾人用酷鹏还不够多，但如果呢它继续发展起来，可能会迫使更多本土电商加入价格战，而资本较少的电商呢可能会因此承受重大损失，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这一次我们研究完酷鹏的经营模式，然后又看到它爆出的操纵演算法争议，我们其实感到蛮可惜的。因为我们自己在用电商购物时感觉网购跟去实体店最大的不同是，消费者在网购时呢还蛮依赖平台的推荐排序以及其他消费者写的评论。尤其网购的这个商品在付款前呢看不见摸不着实物，就会更需要这些评论作为评判的依据。那如果酷鹏真的有操纵排序评价的话呢，消费者原本的评判依据可信度就会变低，他们可能会因此买到自己不喜欢的商品，这久了就会对整个平台的信任度存疑。而且我们觉得这不仅可能会损害到消费者的权益，其实对于商家来说可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真实的消费者喜爱排序、客观评价，其实也能够帮商家呢知道这个消费者的真实回馈，从而知道要怎么样调整产品。
那如果这些演算法呢都被刻意操纵的话，商家呢也会离真实的消费者想法越来越远。而且我们更担忧的是，酷鹏在这一次争议爆出时呢，还回应说这只是全球电商都在做的事。我们确实有观察到，好像现在的电商呢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网购时呢，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评价是好评，而且留言的内容感觉很一致，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网军留的？那么担心呢，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的话呢，一些电商反而会因为评价太过真实，反而竞争不过其他电商，甚至也得开始被迫操纵演算法跟评论。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现象可能就会更难以改变。那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的想法。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留言分享哦。最后也想来问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电商操纵演算法评价的行为呢 ？A 很反感，买东西都看不到真实的评价 ；B 无所谓只要商品本身的这个品质还行就可以；C 呢，从来不看演算法推荐只购买特定的品牌。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酷鹏的经营模式。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虾皮为何大裁员以及家乐福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